从这一刻开始，叶晨内心变得对巧合无比警惕。他现在再看这些巧合，脑海里会立刻蹦出一个反应：这个世界上哪来那么多巧合？就算是老丈人打碎瓶子引出的九玄天经，都不是自己巧合得到，而是父母多年前运筹帷幄的结果。自己能顺利悟到，也多亏父亲将他的龙格叠加给了自己，使得自己成了升龙格。所以菜菜子在电梯里偶然听说景清法师要来栖霞寺，然后动心前往，再被景清法师点拨。这些看似一环扣一环的机缘巧合，更像是一种引诱人步步深入的高级陷阱。如果这一系列就是连环计，那菜菜子在电梯里偶遇的那个女人，便是第一个诱饵。于是他立刻问菜菜子：“那个女人，你认识吗？她就住在你楼下。”菜菜子点头说道：“后来也见过几次，偶尔也在电梯寒暄几句，算是熟络。她就住在9楼，老公常年在外地忙生意，她就自己一个人住。”叶晨立刻说道：“等我一下，我打个电话。”言罢，叶晨立刻掏出手机，给洪武打了过去。电话接通，洪武恭敬地说：“叶大师，您有什么吩咐？”叶晨叮嘱他：“洪武，查一下汤臣一品的业主信息，把伊藤小姐那栋楼的9层业主信息调出来发给我。菜菜子买的那栋高层，是汤臣一品高层里最好的，每一层都只有1户。”洪武在金陵的关系根深蒂固，接到电话便立刻开始着手打听，很快就把信息给叶晨发了过来。9楼的房子，房产证登记姓名为张西西，不过这个张西西并非华夏国籍，而是美籍华人。他在金陵有一家专做进出口贸易的公司，而他也因为在华投资，所以具备了购买房产的资格。叶晨觉得蹊跷，这女人的身份与菜菜子的描述有很大出入。菜菜子说这女人的劳工常年在外地工作，而她则是家庭主妇，可这么看来却并非如此。那么接下来还要确认这个女人的公司到底是不是一个空壳公司，以及这个女人的美籍身份是否可以查证。于是他打算让洪武继续查这个女人以及这家公司的情况，然后把这个女人的身份发给远在美国的费可欣，让费可欣帮忙查一下她的美籍身份是否真实。菜菜子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，知道叶晨心里肯定非常郁闷，于是便安慰道：“叶晨君先不要太过在意，一切慢慢查证，一定能够水落石出。以后我们多多留意身边不寻常的机缘巧合，说不定就能抓住先机。”说罢，他忽然又想到一个细节，连忙说道：“不过叶晨君，回想起来，我已经有日子没见过这个女人了，说不定她已经完成任务从这里离开。如果你现在大张旗鼓地调查她，说不定会打草惊蛇，这样一来，对方就知道你已经察觉到他们的存在。如果他们原本还有别的动作，恐怕也会更加慎重，那样的话，岂不就很难抓住线索了？”叶晨喃喃道：“你的意思是装作不知道，然后耐心等待？”“是了。”菜菜子笃定地说，“华夏的孙子兵法里不是有一个将计就计吗？眼下便是将计就计的好机会，一切装作不知道，让对方放松警惕，从而故技重施，到时候就能化被动为主动了。”叶晨觉得菜菜子说的很有道理，查对方未必害怕，甚至要不要对这个女人刨根问底的查下去，很可能就是对方留下的一道预警。想到这里，叶晨便打消了让费可欣彻查对方身份的念头，转而让洪武安排人去查一查汤臣一品9楼的水电费，看看9楼这一户最近的水电消耗情况，以此来推断房子有没有住人。如果近期水的消耗为0，而电的消耗极低，那证明房子已经空置，人已经不住在这里了。洪武的效率很高，他很快给叶晨回来消息，9层那套房子近1个月的水费为0，电费仅为68块03毛。一套房子如果空置，并且没有漏水跑水的情况下，水确实不会有任何消耗。不过电不一样，
家里的冰箱、路由器以及可以联网的智能家电都会持续耗电，1个月60多块钱的电费，也就是区100多度电，一天4、5度电。这个耗电量，一台对开门冰箱至少占1/3，而汤臣一品的平层面积200-300平，开发商给每个房间都做了嵌入式的 AP 面板，网络又要占去1/3，剩下的就是燃气报警器、烟雾报警器以及呼救按钮这些。搞不好对方还在房子里留了联网的监控，谁要是破门而入，都可以实时得到通知。所以以水电的消耗来看，这房子最近1个月根本就没住过人。看来这女人的任务已经完成，离开了金陵，就算查出她的身份，恐怕也找不到他人了。叶晨感觉有些烦躁，因为他已经意识到，在自己身边有一张无形的网在围绕着自己，他掌握着自己的绝大多数动向，甚至开始像楚门的世界那样去安排以及左右自己的人生。他甚至开始怀疑，老婆萧初然会不会也是对方的一员。要真是那样的话，他的离开或许只是因为对方安排给他的戏份演完了。虽说他知道对方未必真的有恶意，可是这种被人暗中操控的感觉还是让他非常不爽。菜菜子连忙转移话题道，叶晨君，这件事我们吃一堑长一智，现在就不要太受他影响了。欧多桑还在家里等我们吃饭，我们赶紧上去吧。叶晨轻叹一声，微微点了点头。他也知道自己的心态出了一点问题，这与萧初然的离开也有很大的关系。这一刻，他忽然很想去找林婉儿，与她一起在普茶母树下围炉煮茶，再把这些烦心事说与他听，看他会如何开导，亦或者启发自己。于是他便调整了一下心态，对菜菜子说，不能让伊藤先生久等，那就赶紧上去吧。不过我今晚不能耽误太久，稍后还有事情要办。菜菜子知道叶晨刚刚出关，肯定还有不少事情要操持，于是便点头说道，吃过饭，叶晨君有事就尽管去忙，欧多桑不会有意见的。